接下來我要跟你分享的這個系列叫做打造學習系統。第一個部分叫做如何發力。當我們聽到打造學習系統的時候，你的第一直覺是不是覺得要用一個高大上的軟體？但我在這邊告訴你，不是，也不是要報名一堂不錯的課程，而是我們要講到一個底層的邏輯，我們要用對力量。我們用籃球投籃來做一個舉例好了。我自己本身是一個運動白痴，但我非常喜歡籃球。我大概研究了前後大約有3年的時間，都在研究這個投籃的機制，並且親身的實踐，走了很多的冤枉路。我發現了一件事情，你沒有辦法透過看網絡上的影片來學會投籃，但是你會看到網絡上有很多的影片，他在教你投籃的時候，他是運用了更多的 NBA 的球星來教你投籃。這種缺乏自己實踐的方式呢，就會讓我們誤以為我們只要照球星的投籃的姿勢去練，就會達到一個好的效果。我曾經也有這些誤區，但是實際上的情況是，不論是手部或腳的動作，當我們專注在說我的手要用力，我的腳要蓄力，要用腳跳等等，把你的想法放在這上面，你就很難獲得一個穩定的投籃。所以用对力量比你用蠻力有用。大家眼中的天才啊，往往他只是比你經歷更早大量的試錯的過程。天才們他們將發力的機制內化成了它自動運轉的投籃發力的系統。我們再來講到國考考試，學習的發力不是打開 Notion 去做一個完美的筆記，而是在於停頓。為什麼 Notion 沒有用？那麼多人用，你居然敢批評？我這邊的批評不是在於軟體的本身。用我剛剛講的例子，我給你穿最好的球鞋，給你買最好最新的球，一顆籃球3000多塊，也無法提升你的球技。所以整個系統是在於你的發力的機制，而不是在於別人感覺你好像很厲害。提供給你一個方法，就是從今天開始，你在讀書的時候，請你把你的書桌那些雜七雜八、各式各樣精美的筆記啊、筆記本都把它清掉，參考書都收起來。你只要拿出一張紙、一支筆，然後去寫下來你需要記住的東西，蓋住它，問你自己是不是你會了這個東西，能不能講出來，能不能寫出來。當你把那張紙蓋住，其實就是你發力的時刻。當你的大腦短暫出現空白的那一刻，就是你真正發力的時候。沒有任何輔助的軟體筆記來幫你記了，沒有老師幫你畫重點，你只能用你自己的邏輯將你的答案生出來。當你一開始在建立這一個概念的時候，會比你以前無腦去抄筆記還要來得困難很多。但這個就是大量蠻力練習的過程。當你這套發力的機制建立起來，你的學習系統才正式開始啟動。以上就是這一期的分享，希望對你有啟發。謝謝你收看。